Hello，大家好！哇，今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就马上开始了啊！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是什么11月多少号我都忘记了啊。总之星期天晚上11月6号星期天晚上的每个星期天晚上的直播8点半开始啊，叫多点朋友来好不好？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觉得大家都会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在大危机当中呢暴赚啊。首先呢，我觉得啊，未来的一段时间呢，无论是经济啊，或者是加息啊，或者是整个金融市场有没有股灾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熊市啊，都不太看好未来的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就算不太看好，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赚钱的机会啊。那我们也不要浪费这些赚钱的机会，是吧？所以今天晚上会给大家讲讲，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啊，如果整个经济不太好，如果经济很好就很容易赚钱了啊。如果经济不太好，我们如何还是可以赚钱，好吧？所以呢，这个经济不太好啊，金融市场不太好啊，当然有人马上想到去做空啊，做空是比较危险的啊，我是不主张做空的。那怎么可以在不做空的情况下还能有点钱可以赚，好吧？第二呢是我想啊，暴赚好还是赚快钱好？结果呢，我们的团队决定的是暴赚啊。因为我本来觉得我更加这个更加贴近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是赚快钱，但是很容易给大家有个印象，赚快钱是不是那些骗人的get rich quick 啊，这些不劳而获的啊，哪一个股票号码骗人的这些赚快钱啊。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没有用赚快钱，而是用暴赚。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暴赚又想到什么啊？对赚快钱也想到什么啊？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给我们一个 feedback 好不好？那我们以后在写标题的时候也可以考虑一下，到底怎么样能够更加使得大家是正确的理解啊。所以今天晚上给大家一个比较容易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啊，经济不太好的一段时间里面，如何在市场里面可以赚点快钱啊，累积的赚点快钱啊，累积在一起也不少啊，所以也可以说是暴赚啊，OK，或者是赚快钱，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好，所以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这个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啊，那我之后也会看的啊，感谢大家，好吧？那一开始呢，也是给大家，如果是新朋友的话，介绍一下我在这个特别是 YouTube 的频道。里面呢，星期五会上我们叫大片比较多的一个后期制作，大约是10到20分钟的一个视频啊。一般来说呢是根据当时一般来说我是星期二拍的，到星期五上传的啊。在星期二的时候，哪一个是可能是在那1-2天内发生的一些时事，也是借着那个发生时事的机会来做一个分析，看看怎么样可以帮助大家，比如说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提升大家的回报，这就是我做这个 YouTube 视频的一个目的啊。然后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每一次都有1-2个或者3到4个不同的一些概念啦、经济的原理啦等等等等，金融的知识呢，可以分享给大家，慢慢的把我的30年的经验和心得传授给大家啊。所以很多网友都鼓励我留言鼓励我说，看了我这十几分钟，好像上了一堂经济的课或者是其他的干货满满等等等等都是感谢大家的鼓励使到我以后更有动力分享更多的好东西给大家，好吧？所以这个是星期五晚上，其实呢，分享一些点点滴滴这一次我们还特意的找了一个专家的一个摄影师给我们拍摄，结果拍了就是要这个我们花了好多的功夫在后面，有点不同的风格，所以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你喜不喜欢我们拍摄的风格啦，或者配的音乐了那星期天晚上呢是一个这个直播直播呢是多点互动，多点时间也是多点互动也有可能是可以回答一些问题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留言区这个想到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来一个讨论和问答我今天也是一样。
准备的内容比较多啊，所以呢，我会等到最后所以再讲先把内容讲完，讲内容的时候可能互动会少一点啊，到最后的时候，哎，我的队友、我的助手会帮我这个选一些问题，大家的现场观众的问题来回答一下，好吧？所以这个大约是我 YouTube 上面的2个这个星期天和星期五晚上啊。当然，我内部星期五晚上有 GMT 的 Weekly Coaching， 还有星期六晚上我有一帮师兄师姐全世界的研究团队，全世界股票，台湾也有马来西亚有，新加坡也有这个来研究全世界的股票所以这星期六晚上、星期五晚上是大群的这个 GMT 同学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话那赶快订阅一下，那这样的话以后每一次我们的上传就可以看到了当然我自己也有个 Facebook 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个人平时自己 post写文章是写到 Facebook 多一点的所以大家可以多个平台来跟踪我们，好吧？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加入我们的 email list， 还有一个免费的课程，说一会儿我最后再讲多一点点，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进入了我们 email list 的话，以后我们有什么马上要通知大家的或者有什么分析的，不同平台上传什么都可以通知大家的OK 事不宜迟呢，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内容了第一个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叫 Fat Pivot 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有没有听过 Fat Pivot 中文呢我查了一下叫联储美联储的联储转向转向 OK， 那当然现在是加息的年代对吧？加息和缩表的年代，那 Fed Pivot 转向，也就是说美联储停止了加息所以首先我们现在加息的速度是很快的每一次都3码，每一次差不多每个月他们的开会议息就加3码那如果大家新开始关注投资的朋友以前的加码是 0.25 叫1码 OK， 0.25是1码，2个码就是 0.5所以以前正常的是 0.25 到 0.51到2个码就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次的连续加3码3码本身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快的这个比较这个进取的比较这个急速的这个增长然后它还连续的几个月都加了3码好像是连续4个月都加了3码，这个是非常非常力度大的下重药的你就想有点这个不精神了，喝1罐红牛，现在他是连续4次喝了3罐红牛，每次喝3罐红牛，这是蛮厉害的OK， 好，那当然呢我们在转向之前先要放缓，对不对？所以很有可能我现在我自己的预测也是市场里面有越来越多的人预测可能会在12月麻烦大家可以帮我写一下，那我们在荧幕上也打一个弹幕那我们做个记录好吧？我估计在12月美联储会放缓加息可能是加2码 OK。明年如果12月不放缓的话，明年的1月份明年再开始应该要放缓了就是放缓了，加2码了，然后呢就会加1码了，甚至到最后呢是不加了就停留在那个地方不加了 OK， 到最终呢会开始降息我们估计不到1年，这是我个人的估计，不到1年美联储会降息，哇，是不是大家好开心终于不用加息了，可以降息了所以这个就叫 pivot 这个美联储的转向，不再加了，而是减了那市场是一直在期待的这个转向所以我们以前看到在6月份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时间点的涨幅从6月涨到8月份，还有呢到了最近也有一次涨，对吧？9月份也涨过一次，最近又有一次涨，每一次涨其实都是这个市场在预计这个在期待憧憬
有一天很快啊，他们知道不是现在，但是很快啊，这个美联储可以转向了，叫 Fed Pivot 啊，是不是以前有首歌是不是啊？大约在冬季啊，他们感觉到大约在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啊，大约会是在冬季，是不是这样唱的马上就要 Pivot 啊，所以呢，这个是大家经常现在会看到、听到这个美股又涨上去了就不要来问我了。美股为什么涨上去了？因为他们在期待，总有一天，美联储会放缓，甚至是停止，到最后是要降息的，这就叫 Fed Pivot，OK？但是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是，期待的时候是无限的憧憬，无限的美好的期待就好像打个比喻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东西你在完全的在期待着期待着恋爱了，期待着工作了，期待着毕业了，期待着买车子了，期待着生孩子做父母了，期待的但是真正来了之后就哎呦，原来这么苦的，哎呀，这个没有发生多好有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看一看过去的所有的这些历史有8次美联储的 pivot 我们看一下1、2、3、4、5、6、7、8次 ，OK，8次当中有1、2、3、4、5、6、7、8，对其实好像有10次有10次的 pivot，OK，1、2、3、4、5、6、7、8有10次的 pivot 当中有8次在美联储转向之后这个股票市场是跌的所以大家就不要再给这个市场忽悠了，好吧？现在这个市场是在期待着美联储转向，希望一转向就股票市场好啦我们终于有好日子过啦给大家看到过去这么多次10次当中有8次，也就80% of chance80%的时间呢，到美联储开始降息的时候，反而这个股票市场是会跌蛮多的我们看到有再跌36%，跌48%，跌27%，51%。58上几次51和58都蛮厉害的那为什么我还记得2020年的时候也是美联储开始降息的时候，股票是跌的不得了，跌了35%我当时在我们的 GMT 里面那时候出来的2只手理论 ，on one hand这个经济很差 ，but on the other hand， 美联储在降息，在量化宽松结果也是暴力的反弹，对吧？但是暴力反弹之前也是跌了35%所以我们要看得懂的话，它是因为跌了35%，可以让我们更低位的买了之后，哇，一下子暴力涨上去。就翻那个倍所以我们2021年的时候蛮开心的，翻那个倍，就是因为跌下来的时候我当时是在3月中的时候叫大家可以1/3的资金考虑一下，自己做决定然后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确定，现在牛上来了，快点了所以这个在我们免费的课程里面都有送给大家的一个课程里面有记录的，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如何可以应用低买高估的一些这个选股布局看通牛熊周期的一个方法来低买高估的那好了，所以我来解释一下那为什么美联储现在加息的时候美股不太好啦，债券市场不太好啦，但美联储降息的时候好像股票市场也要跌呢为什么？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美联储会降息所以美联储降息是好事情，对吧？But on the other hand， 又是2只手理论了But on the other hand， 为什么要降息？就是因为经济很衰退，很惨所以经济很衰退、很惨的时候就要降息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使到股票价格跌的不是因为美联储降息了而是因为有更大的一个问题，更大的一个惨痛的问题就是经济衰退 OK。那当然大家记得鲍威尔现在说我会加息，我会坚定的加息，我一定要把通胀控制下来，一定要坚定的加息，就算有这个经济不好就算大家很痛苦，我知道的我要坚定的加息好像大家觉得他已经是这个愚拙了香港叫愚拙了，已经知道会经济不好也要加息，对不对？
但当然这个人我们知道人性都是这样的啊，没有发生之前，我一定要我要坚持坚持吃健康点，我要坚持断食，我要坚持这个减肥等等等等啊，一旦做了2天之后，哎呀，忍不住了，哎呀，肚子饿了，对不对？哎，就开始吃回东西了啊，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呢，现在他是很口硬硬的说，这个我们还会加息，还在停留在更高的时候，停留一大段时间。就算经济衰退，就算你们外汇市场差，就算这个股票市场差，楼市差，经济不好，我知道我还是要加息，因为我要控制利率啊，这个控制这个通胀在2%，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到真正的经济衰退的时候它就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无论是总统也好，其他的那个美联储其他的同僚也好，也会给他一点压力了所以呢，大家要记得真的到美联储转向的时候，也可能是有另外一个 on the other hand， 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更严重的，就是经济的大衰退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联储上个星期3还是4，对吧？开了会，开了会之后，正如预期加0.75加3嘛，加0.75的这个利息其实我们事先市场也普遍80%几90%预测它会加3嘛，我们也预测会加3嘛，so no big deal， 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他说这个刚才我讲过了，就不再重复了。那他刚才那些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但是呢，数据和其他的他们听了美联储这么有决心要加息，而且停留在上面，已经看到这个经济会再一次的经济衰退。OK， 那好了，其实不用看这个不用推测，我们来看一下真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分析员分析也只是没有利益关系的，对吧？口讲会经济衰退了会怎么样了随便讲的 talk is cheap， 我们经常说 talk is cheap 随便讲的但是要自己花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认真了所以 talk is cheap， 看watch the money， 对不对？看钱在从哪里走第一个，企业招聘减少了，甚至裁员了裁员了。我们看到有不同的高科技的公司开始裁员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中国是先开始裁员的无论是阿里巴巴、腾讯或者这些高科技公司，去年开始裁员的，那是哔哩哔哩，包括哔哩哔哩今年当然谁都知道经济不好了，中国经济不好了，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发现这些企业他们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道，是不是这些企业是在经济里面泡在里面的，他们首先感觉到哎呦东西卖不出了，哎呦怎么样了所以呢他们首先在裁员了所以今年也是一样，今年轮到了无论是 Twitter、Elon Musk 借个机会炒人了，或者是其他的，对吧？都是已经感觉到这个经济一定会放缓了因为以前人家是抢人才，香港现在还要说抢人才，对不对？以前这些高科技的公司还抢不到人才，还要很优秀用很丰富的这个relocation package signing bonus 等等等等去抢人才，现在是炒人才炒掉人家 OK， 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看一看美国的楼市其实我觉得香港的楼市也跌了，美国的楼市也跌了那我不可能每一个楼市都跌的麻烦大家不同的地方的朋友们台湾的朋友们、马来西亚朋友们、新加坡的朋友们包括中国内地的朋友们，或者全世界其他地方有的，你们也可以写一下你住在哪里，你们本地的楼市怎么样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吧，一起来集思广益来讨论一下所以我个人感觉到香港的楼市在跌，美国的楼市我的观察也在跌的，而且是蛮快的好，那股票市场就不用说了，全世界股票市场都不太好，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我们也知道股票市场是领先经济3到6个月，对吧？所以最近的股票市场又跌了是领先以前刚开始的跌是因为美国在加息和缩表但是加息和缩表到最后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没有什么，但马来西亚也在跌感谢
所以呢，这个其实香港楼市跌了9%、10%蛮多的了，你不可能说像股票市场跌了30%这么多，因为楼市有杠杆的啊。那11到12月涨啊，你怎么知道啊？这么厉害啊？上海也跌了不少啊，也对，中国大陆也是跌了不少，卖不出去啊。所以这个楼市其实是一直在跌，对吧？好了，那楼市在跌的时候啊，那也会。这是一个我们解释过啊，叫 downward spiral 啊，恶性循环。因为楼市一差，股票市场一差，财富效应或者是财富没有了啊，负财富效应，人家就不花钱了，不花钱了，企业做生意销售就少了，销售少了，请人也少了，投资扩张也少了，这是个 downward spiral 啊，最终没得救的，告诉你没得救的，除非到最后就要美联储降息。pivot 我们记得 pivot 啊，所以记得要 pivot 的时候是经济很差的时候，他不得不出手要 pivot，OK，要不然的话会一直差下去的啊，这个政府已经在刺激，能刺激的已经刺激了，所以唯一可以做的就美联储或者其他地方的央行了啊，但是其他地方的央行啊，美联储还在加息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量宽，日本在量宽。其他地方是没办法要跟着这个涨上去，但是日本和中国在量宽的话，他们也看到有资金的撤离啊，所以整个市场来说呢，暂时来说啊，我们是预计会经济衰退的啊，所以经济衰退的时候，就算美联储转向了。其实对市场下一轮的这个使到股票和债券啊等等啊，债券可能会好一点啊。我在我最近的那个视频里面讲过，债券和股票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反而是相反的。现在在加息的时候，大家都会跌，但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债券市场可能会涨啊，但是普遍来说，经济不好的时候，企业的盈利会倒退，好吧？那我们看一下呢，最新的星期五出来的美国的新失业jobless claim 失业的率是环比是往下了，就是失业的人少了啊，但是呢，它要比这个市场的预计要好啊，市场预计所以失业的人也少了比上一个月少了一点但更重要的是比市场的预期要好了。OK， 那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失业率少了，这个股票会涨还是跌 ？OK， 一般来说失业率少了股票市场是会这个跌还是涨这一次的失业率是要比预期的要好，对吧？在现在这个阶段里面应该前几次失业率一少，美股就跌，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感觉到 Fed 美联储会继续加息毫不犹豫的加息，因为它就2个指标嘛，一个是失业率，一个是通胀，对不对？失业率既然搞定了，它就毫不犹豫的专注于把通胀降下来，所以它会加息所以以前我们看到失业率好，马上美股会跌但是这一次有不同这一次星期五的时候，美股涨了跌眼镜了所以这个股票市场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什么做空啦、杠杆啦、借钱借 margin 去短期炒作了，因为真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它会往一个地方走，它会往另外一个地方走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如果是 jobless claim 是跌下来的话，比预期好的话，美联储加息的那个决心会更强，加的时间点会更远这个维持在高的速度会更远直到搞不定了，对吧？它有另外一个指标这个失业率回涨到6% 了，这个时候它要 pivot 刚才那个要转向，对吧？所以现在这个出来美国的股票星期五应该要跌的，但没跌。没跌，反而是涨了为什么呢？我来尝试来推算一下，来解释一下，好吧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从这个美国的债息市场，这个 yield curve 这个债息市场来看一下。这个债息市场叫债息倒挂、孳息倒挂、收益率倒挂，不同地方讲不同的英文叫 inverted yield curve，OK，inverted yield curve所以我们不要看标题，我经常说用数据来讲话
不要看标题啊，标题的话，那个有时候写标题的人自己都不懂经济，乱写的啊，涨的时候就说好了，跌的时候就说不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如果大家那个最近看了这个股票市场涨了 ，jobless claim 出来了，股票市场涨了，他就说好了，对吧？这个有时候会误导的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数据说话的话，这个 yield curve 是 inverted， 是倒挂的啊。倒挂代表着未来啊，这个背后的原理啊，就比较需要时间长一点，就这里不解释了啊。我在其他地方解释或者在 GMT 里面也有讲过 ，OK。所以在这里呢，孳息倒挂大家就知道代表着未来的经济衰退，市场预期经济以后会衰退，OK。所以以后常年的那个利息就是会跌下来或者是市场预期美联储在1年半之后就会跌下来所以从这幅图看了美联储在1年之后就会降息了。这幅图告诉你，美联储在1年之后降息，所以2年的利息要比1年的低，4年的利息要比1年的低，2年的低，10年的利息要比5年的低，2年低1年低，就是因为市场已经预期美联储1年之后会降息 ，OK。这不是我七八八乱讲的只是这个数据告诉你，真金白银这个是个 forward， 可以买 future， 可以跟利率市场对赌的所以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就可以去买卖来对赌，你要是对的话就可以赚钱的 ，OK。所以基本上这个市场利率图给大家看到，市场现在是预测美联储1年之后就会降息，就会我们刚才所说的 pivot 所以今天晚上给大家看了一个新的词叫 Fed pivot， 我们来学多一点所以大家学今天晚上之后已经跑出去，已经要比99%外边的人知识又多了一点了，以后去 party 讲话的时候，你知道 Fed pivot 什么时候会开始吗？人家说哇，什么叫 Fed pivot？ 你说你不知道了，明年就会降息了人家哇这么厉害其实就是爸爸告诉你，从这个孳息图里面就看到，好吧？所以呢，经济会衰退就告诉你经济会衰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为什么美股会涨呢？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其实很多人了就也有问题，一会儿有问题，大家会看到七爸爸什么时候跌停这个现在应该捞底吗？现在应该买吗？等等等等大家其实都犯了一个错误股票市场在大多数的时候是很难预测的大家以为哇这个人很厉害七爸爸很厉害每次出手都很准在低位的时候捞底又赚钱了，在高位的时候又做买 SQQQ 又赚钱了，好像都很准，对不对？大家有观察我的 SQQQ 买的时候，或者我捞底的时候，最近我又捞底了又赚了不少，对不对？好像七爸爸好准我讲给你听一个秘密所以我这里秘密随便公开的，对不对？讲给你听秘密就是不是每天都买的不是随时都买的在这里有橙色的三角形的那里就是比较有把握了，可能有80%的把握了那在中间那里呢是没有把握的在中间那里这个市场会随机波动的，像喝醉酒的人一样会随机波动的。所以你说问我星期五为什么涨了可能跌过头了就涨了，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跌过头？我不知道这个市场觉得跌过头了就涨了，对不对？或者有很多人觉得跌过头了就买了就涨了或者呢涨了一会儿之后又跌了所以在中间那里是很难预测的所以在中间呢，你不要来问七爸爸什么时候可以捞底啦？可以买 SQQQ 吗？这个都不用所以大家要学点技术分析，学点基本分析，学点市场情绪这个投资心理学七爸爸是把3样东西融合在选股5部曲里面一套系统这个不同的阶段里面用不同的这个工具是吧？所以到了第4和第5步，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的时候，什么价格买什么价格卖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些技术分析来看什么时候是那个
准确度比较高啊，把握性比较高来出手啊。所以你要现在来问我啊，我这个美股啊也不卖也不买，也不会获利，也不会止损，也不会做任何事情，因为看不到，这个看不到就不要乱做啊。所以啊，可以写下来啊，这个无为有时候是最高境界啊。所以看不到就无为了，不要做事情了，无为而治嘛，对不对啊？道家思想无为而治，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去做事情呢？明确的有一些买卖的信号了啊。我们的那套系统就是用不同的技术分析啊，要不同的越出现买入或者卖出信号越多的话，把握性越大啊。比如说一个卖出信号或者一个买入信号，你的准确度就不是50-50了，到了60-40了，对不对？两个一起出现就可能是70-30了，三个一起出现就是80-20了，你有80% 的把握了那再给自己保守一点，打个 discount， 就当你有70% 的把握的时候，你就蛮兴奋的可以做点事情了，对吧？平时在中间你没看到信号的话，就不要做事情了就我们开车只要看红绿灯要看红绿灯的信号，对不对？绿灯都没出现那你就不要开车就停在那里，对吧？到了绿灯出现你就出去，明白这一点所以经常我用这个开车子做比喻。你要不懂驾驶的话，我给你个保时捷，你会撞车；你要不懂怎么看信号的话，你上马路肯定会出车祸，是不是？OK， 好可以帮我总结一下，对吧？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每一次有橙色的这个三角形出现的话，就是不同的技术指标这当然今天晚上时间有限这个我们这里用了其中2个，一个是这个RSI另外一个是一个下降轨道这个下降轨道当然要因时制宜的如果是升穿了下降轨道了，我们要重新画一个上涨轨道了如果它跌穿了这个下降轨道了，有可能它到了下一个阶段叫熊山了，或者是对，熊市到了下一个阶段了，对吧？所以呢，这个轨道我们可能要更新，但是它没有跌穿之前那很有可能到了底部的时候反弹的机会很大，到了顶部的时候跌下来的机会很大，对吧？我们来看一看过去的数据就是告诉我们，基本上不是每一次这个世界没有这个股票市场不会看着这张图去走的，对吧？但是可以告诉你，现在有很多的 algo trading 程序的交易也是看这些数据，到了某个指标出现了，他们就买了；到了某个指数出现了，他们就卖了。所以基本上这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这里买了就好像好像好准了为什么这么准呢？因为背后有很多的程序也是在看同样的那个技术，所以我们是跟他早人一步的话，先人一步的话差不多就可以做点买卖了，对吧？搭一个顺风车了所以在这里呢，现在在中间点特别是下个星期美国还有中期选举这个未来真的是不知道市场怎么演变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星期我就给大家的指示就是等明确的信号出现现在没有明确信号就你该怎么做就让它继续无为继续无为，你要没有持有的你就没有持有，你要有持有的就继续持有也不要卖出，也不要买入，就无为因为看不准，看不准，对不对？你卖走了可能涨了所以也有这个风险。你觉得哎呀怎么样，卖走了可能涨了，对吧？或者你买入了它跌了现在这个风险是 50-50 的话，不值得去乱做事情明白听不能明白这个，我在慢慢教大家一个思维逻辑，不是说每天就说来问我能买吗？可以捞底了吗？我们要看信号的，对吧？也不是说1个月之后我不知道，1个月之后涨到哪里，跌到哪里，对吧？我们是每个星期，所以大家来每个星期看直播的话，每个星期给大家看一点这个信号慢慢大家就学会原来788是这个思路，使到我最近这一点我特别是在香港的股票在2个星期前大量的买入，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清一色的买入，对吧？买什么股票就不要问我了 GMT 同学知道，但是这个不是 GMT 同学我说你知道了很危险，你去冒着险去买卖的话很危险要先学习 OK 但是我是最近是清一色的买入，就是因为我看到了
一些很明显的买入的信号了，对吧？你看到买入信号之后，照着去做了，虽然不是100%，没有100%的事情啊，帮我写下来很重要，没有100%的这个确定度的啊，明确度的，但是你有80%的时候已经蛮兴奋的了，OK，就算给自己10次当中错2次，能赢8次不错了，对不对 ？OK， 好。那最近呢，也刚才我说过啊，最近我们也拍摄了，也做了好多功夫，拍摄了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就是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该怎么投资啊？在里面呢，我是明显的讲了一些投资的策略啊，这个是比较长期的长线投资者 ，OK， 所以呢，长线投资者，我建议大家这个视频可以看收藏一下，看多几次。因为好多人都说含金量很多，大家去看这个留言的话，里面有说好多的含金量了，等于上了一堂课经济的课了。我可以告诉你，经济的课上完之后还不知道怎么用，这里啊你听多几次啊，刚开始听好像有点含糊，有点方向，听多几次的话，你就开始知道哎具体应该怎么做了，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多几次啊，特别是看的时候再分享出去，这样的话啊，我觉得。当你在分享的时候，你在给这个世界这个借花献佛，对不对？你做了一些好事，有报应啊，好像报应是坏事情，也有好因也有好报啊，这个好因也有好报，对啊，对你分享出去的话，有人收到了，收到你这个礼物了啊，以后你也会有福报的啊。所以其实爸爸也有福报啊，买股票这么赚啊，这个好像是赚了钱，因为我也不断的在做好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平时啊也是这个是一个善念要多点做好事情，做善事啊，这以后啊这个人也会幸运一点，好吧？那这里呢，我讲的是比较长线投资者，帮我写一下哈，这是比较适合长线投资者的。所以今天晚上给大家的最后这个不是最后了，之后会讲的一个方法是比较中线的啊。所以我本来想说赚快钱啊，后来觉得好像赚快钱有点好像。给人家有个错觉，好像是不劳或这个我们会看看，是蛮容易做的啊，但是也是蛮快可以赚到钱的啊。但是我这里讲的这个是一个长线的，好吧 ？OK， 那好了，再讲中线怎么获利啊，跟长线有点不一样，长线投资者有点不一样，中线的买卖有点什么不一样？之前呢，再看看另外一则新闻啊，另外一则新闻呢，这个香港现在有一个叫国际金融峰会在香港举办，那香港的财政司司长上去的时候就讲了对冲基金的经理如果你要来做空港元的话一定会输钱的。你不相信，你看看记录；你不相信，看看你们的老前辈索罗斯来做空港元都是输钱的，对不对？那的确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人来做空港元都没赚到钱，有没有输钱不知道，但都没有赚到钱。OK，那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想多一步，对吧？我们现在在训练大家的思维想多一步。他为什么要没事干上去说，你不要来做空这个港元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赚过钱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做？大家可以推算一下，很容易明白，是不是就是有人在做空，而且呢，有人在怂恿更多的人来做空，所以他要警告大家，因为他不警告的话，越来越多人做空的话，那香港这个外汇储备香港政府金融管理局的这个面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他首先要讲点话来把你们不要来做空了没有一个人赚到钱了。不要来做空，是不是所以他还公布了结果我去做了一些，这是9月份公布的，他每个月都会公布的金融管理局公布外汇储备有4192亿美元 ，OK， 是1个月之内降低了126亿美元不少8月底到9月降低了126亿所以看你怎么看大家可以留个言是吧分享一下你的观点，你可以说哇走掉了126个亿这个很大也可以说香港还有4192亿这个等地雷不用怕这个摇牌是不是怎么样？你们可以说看一下那当然了，这4192亿等于是香港流通货币的5倍就是香港所有的货币都要抽走
都不用怕，还有多4倍啊。还有就是香港货币 M3 就是加上了银行的贷款，所有的这个公司和个人的借款啊，这个杠杆借款之后的所有的货币供应 M3 就是全香港的货币供应的41%啊，现在是蛮大的，对不对？蛮大的啊，不用怕。OK，当然了啊，一直抽走的话，就很大的问题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吓唬你们，你看不用怕，不用怕，不要来了，不用来了，不用怕了其实真的一直抽走的话，那到最后也有崩盘的时候啊，连英伦银行啊，1992年英国央行都崩盘了，输掉了泰国97年也崩盘了，完蛋了，对不对？有人说了如果港币跌穿联汇的话，港楼玩女短期内玩女，长期内涨到你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你之前是用之后贬值的港币买港楼，之后港币会贬得一点钱也不值，但是你借的 mortgage 是不值的钱，对不对？你还 mortgage 的是不值钱的但是你买的楼是赚钱的所以John 长期来说是正好相反，但是短期内好多人会死，因为这个利息肯定涨到50%、100%、200%，好多人在短期内等你顺就会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财富金三角，要有一点钱在股票市场里面当然股票市场也要做好对冲等等等等因为真的到大家短期内死的时候，就是最好出去扫楼买楼的时候了。OK 到时候就是700-800又出去日买层楼，每天买层楼的时候了。OK 所以港元汇率一旦崩溃的话，香港的楼盘会跌跌得惨不忍睹，然后700-800就会出去救这个世界，每天买一层楼。OK 好，那回到这里了先讲一讲为什么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来做空港元所以香港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你们要不要做一点风险管理？不是香港的朋友要看看要不要买嚟睇买嚟揀来这里来赌一把，是不是？OK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因为美国加息，因为缩表，因为全世界的这个避险的情绪高了我们看英镑跌了20几，最高跌到26、27 OK， 欧罗跌了20几，日元跌了20几，对不对？港元右面那张图的紫色那条线没怎么跌没有跌，跌了 1% 也没到1% 没到没怎么跌，是不是？这上面一点都没跌那你说了英国的问题大还是香港的问题大？英国的这个货币稳健还是香港的港币稳健？大家可以留个言不用给香港面子，是不是欧元稳健还是港币稳健？日元稳健还是港币稳健？你说了不要自我感觉良好说老实话了，对不对？我感觉到怎么样，人家也是世界储备货币，对不对？虽然老大是美元但是英镑、日元和欧元也算是4大储备货币或者5大储备货币之一OK， 好了，人民币我们要爱国的爱人民币，对不对？人民币也贬值了10几个%。OK， 台币也贬值了10几个%。OK， 马来西亚币也贬值了10几个%。台币已经说过台币了新加坡币，哇，新加坡嘞，经济又好，复苏又好，政府又厉害，对不对？我们现在香港人都羡慕哎呀，惨了，新加坡 take over 香港了，惨了，新加坡币都跌了接近10%那条浅蓝色右面那个浅蓝色线最好的那一个，跌的最少的那一个是新加坡币已经是 No.1 最好了。那人家新加坡的政府真的厉害真的是很多经济现在复苏的很厉害对吧？也跌了10%左右跌了5%左右没有太多5%，但也有5%。但香港的货币是没有跌一点都没有跌是不是你觉得如果这个货币是市场自由浮动的，香港货币应不应该跌？是不是再来看一下香港的经济
哇，差的是惨不忍睹啊！香港的大萧条已经来了，过去3年当中，只有4个季度是正的，其他都是负的。从19年的社会运动惨得要命，没有人上街去消费了，上街去做其他事情，不是去消费的到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元气大伤，外来的投资者不再来了，游客不再来了，不来香港开会了有些人已经拿了钱走了，对吧？到了新冠疫情封城最近我做 YouTube research蔡枫华有一首歌叫绝對空虛然后人家把它改歌词改到絕對空虛哇，这个歌词好凄凉好凄凉絕對空虛对不对？香港的夜店啦、酒店啦、酒楼啦，絕對空虛亏钱亏到空虚对吧？亏到肾亏好惨，惨的不得了，惨的不得了，港币还要跟美元挂钩。这个是闭上眼睛都知道，港币现在是人为的拉在上面。还有一点港币是被拉了40年，对不对？如果这40年当中自由浮动的话，哇，40年累积出来的，你看看40年之内，日元跟美元相差了多少，人民币跟美元相差了多少任何一个货币，欧元到现在，英镑到现在相差了多少？不会是0吧，对不对？不会没改变吧？但是香港的联系汇率是1982年中英谈判之后信心崩溃，当时的港英政府定在7.8 OK， 现在就到了7.75到7.85这个 range。我不相信40年内这个利率如果是市场的话，市场来决定的话，还会停留在7.8，对不对？要不就高了，要不就低了，但绝对不会是7.8，对不对？你去看看1982年的蔡枫华，你去看看1982年的这个谭咏麟，现在人都老了，不可能40年不变，是不是但是50年不变都变了对不对？对人会变的，联系汇率也要变的，但是它40年没变停留在那里对不对？为什么不做空？因为这个已经完全是这个违反了市场的定律了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讲完这个之后会不会各位观众一起来这个做事情好了，那知道港元是完全不合理了，是不是那如果你来赌的话，赌赢了，联系汇率一旦很多人一起来冲，冲到最后就会冲散掉by the way，我这里不是在煽动大家来做空港元，绝对不要这样因为香港还有一招叫加利息，大家如果借了港元来做空的话，一下子加利息，索罗是这样输钱的千万不要来做空，不懂的就不要做。但是我分析给你看，为什么对冲基金会来做空港元，好吧 ？OK， 那大家想一下，如果一旦港元崩溃了，港元会跌到多少钱？起码跌50%吧，对不对？我们刚才说这个40年都没变过那跌50%可能到了一个合理的阶段，但更加一般来说都会跌过头的，对不对？一旦有这个灾难来的话，人家对你信心没有了，会跌过头的。OK， 这个是止不了，停止不了，像拉肚子一样停止不了的这个一下子，所以起码50%。如果我觉得这个用基本因素来分析，可能港元理论上经济来说是50%，那一旦崩溃的话，跌的话会超过50%，听得明白吗 ？OK， 所以这里我就教了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你赢的话赢50%以上，OK， 那你输的话怎么办？输的话，香港的联系汇率就7.75到7.85，现在是7.85，对吧？就算以后港元升值了，我看不到为什么港元会升值，就算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港元升值了，我 most likely 很有可能港元就不贬值，也不升，停留在7.85，那你没输，对不对？你也没输
啊，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啊，真的想不到，港元突然是涨上去了，涨到了7.75，那你输掉多少？你输掉1毛钱，7块8毛5输掉1毛钱就是不到就是1.29%，对不对？那你输的时候是输1.29，赢的时候是赢50% 或以上啊，我就假设50%，好计算 ，OK？那就是说啊，你要现在是个对冲基金的话，来对冲来这个做空港元或者不做空港元，对不对？这个分水岭在哪里？这个分水岭啊，算出来的几率就是说啊，在2.6%，这个连续汇率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崩下去，未来可能6个月吧，好吧，就算6个月崩下去的机会是2.6%。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做空和不做空是没钱赚，那因为这个叫 expected return 啊，做空了和不做空，你基本上预期回报是零啊，因为有可能赚钱，有可能会亏钱，2.6%会赚大钱。其实97.4% 是亏一点点 ，OK， 那你就没赚钱 ，OK。但如果你觉得香港的联系汇率在未来6个月崩溃的机会会超过2.6% 的话，那你就要来做空了，是不是啊？因为你的这个预期回报是正的，是好的啊，纯粹是一个学术的讨论了啊，我教大家如何去计算一个在投资的时候的一个值波率，一个 probability， 一个 expected return，OK。那好了，第一个，我个人绝对不会做空，我要捍卫香港，对吧？保持香港经济繁荣啊，所以我不会做空了啊。第二个，我劝大家也不要做空，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玩的，OK。第三个，到现在为止，做空的基金还是少数，也就是告诉大家，到现在为止，这个港元跟美元的联系汇率崩盘的机会还是少于2.6%，那基本上还是算蛮稳健的，蛮稳的，对吧？虽然2.6%也不是一个小的几率啊，你要中了新冠疫情死亡率0.2%，现在啊，以前武汉肺炎2020年的时候也就2%，那已经好厉害了，对不对？你要留2% 死亡的话，哇，怎么样也要这个不要得到新冠疫情啊，在2020年啊，现在降下来了啊，对不对？所以2% 死亡率是很大的啊。如果联系汇率一下子崩盘的话，香港的经济了、香港的楼了、香港股市啦，全部会爆炸崩盘啊。现在的几率是少过2% 啊，告诉你啊，少过2.6% 啊，超过2.6%，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做空基金啊。对冲基金回来做空了啊，所以现在几率还不是很大，但是有人在做空，为什么？就是因为输不会怎么输了，但是万一赢的话怎么办？万一赢的话啊，是不会输的，对吧？7.85到了7.75，香港的金融管理局要抛售港元来，这个不给港元升上去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你就，输一课堂，赢一间厂啊，眼干虫输一粒糖 ，OK。所以这个啊，很多人是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啊，对这个联系汇率啊，那当然，台币就我上个星期说台币跌的机会会大一点，对吧？所以大家要小心台币，要小心日元，要小心人民币。短暂的星期五有一个反弹啊，那个突然之间美国的美元有一个反弹啊，我觉得这个是背后央行在做一些人为的炒作啊，那我们有时候看不到，看到的时候也已经是滞后了后面的，好吧？好了，所以呢这个任志刚啊是以前金融管理局的局长啊，他也是当年97年打败索罗斯啊，捍卫联系汇率的，对吧？他说未来要港币不要挂美元了，不要挂钩美元了，要挂人民币了啊。我觉得这个当然他现在改口了啊，曾经讲过，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老糊涂了。为什么？因为你一脱美国钩，一挂人民币钩的话，那你在引狼入室啊，一下子所有的人就来冲击你
把你的这个还没挂上人民币就跌下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要挂人民币，对吧？你挂了人民币，港币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价值了，对国家也好，对香港也好，没有任何的价值。为什么要港币？要港币就是因为港币是国际自由兑换的，自由可以出入兑换的，不用这个也不怕人家来冲击的，等于是外面有在墙外又有另外一个那个货币，对吧？所以人民币可以保持不是自由兑换来抵挡这个国际的炒家、国际的对冲基金。但是呢，因为要抵挡国际的对冲基金就不能自由兑换，所以要港币跟其他的货币挂钩来自由兑换。如果你港币跟人民币挂了钩，港币等于废了，那干嘛还要有港币？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人民币？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不直接用人民币？所以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是傻瓜 ，OK？ 但是如果真的港元守不住，刚才来做空港元的话，守不住的时候，他要面子，是不是哇，如果我输掉了，崩盘了，那真的是好，不光是没面子，还是市场对香港政府香港港元的信心会崩溃。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临死之前挂人民币，就是已经守不住美元了，才去挂钩人民币但是我告诉你，一挂钩人民币，你看到这个信号的话，就说港元完蛋了，死了，快点换，快点，能换就换，对吧？肯定到时候港元的利息会扯了很高，100%、200%。97年的时候试过300%，所以你不要借港元去做空港元到时候你可能换了之后，哎呀，300% 的港元利率我又换回来存港元了所以这个永远是会动态平衡的，好吧 ？OK， 好，那所以呢，如果还有一点要知道就算联系汇率保持了捍卫了，保持了，不跌下来了 ，OK， 但是当港元被冲击的时候，利息肯定要上去港元的利息香港的利息一定要上去，这个是要比美国还要高，现在是跟美国差不多，到时候是要比美国高很多，才能留住港币，对吧？留住资金在香港所以利率一上去，楼就会跌下来。所以刚才那位 John 的网友说的是对的利率上去来捍卫港元，就算港元联系汇率保不住就死了，对吧？就算香港联系汇率保住的话，因为利率上去，香港的楼会死得好惨，崩盘的好惨，噼里啪啦的崩得好惨所以短期内会好惨但是一旦港元这个脱钩了，贬值了，那你借的 mortgage 就是一堆废纸了，对吧？但是你的楼是真正的 asset real estate， 对吧？真正的资产所以短期内会死得好惨那一段时间就正好是有多少钱就那时候去寻找低于市价50%、60%的楼的捡便宜货的时候了，好吧？所以呢，永远就是每一次灾难赚最多钱的就是灾难的时候，也是第二个就是要在灾难的时候赚最多钱，你就要在灾难的时候有最多钱。所以这个世界是不是不公平？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因为他在灾难的时候可以出手去捡便宜货。在灾难的时候为什么要抛售？被迫的抛售就是没钱了。你在灾难的时候没钱那你死了。仅有的资产，你有什么资产都要割肉这个放血割肉然后其他的那些有钱的人就买了豪爽了所以我们要为可能会发生的灾难2.6% 几率会发生，好吧 ？OK， 那好了讲完了这些悲的事情又讲一些开心的事情你知道香港现在最准的股票大师是谁吗？就是李家超特首，太厉害了他在金融峰会上说，香港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投资机会就在眼前。他一说完之后，
连续2天的股票市场是啪啪啪涨上去，从14687涨到了16161啊。最高还不止涨那个，这个是恒生指数啊，是最大盘的蓝筹指数啊。如果你是高科技的、新经济的，所谓像香港科技指数涨的是更多啊，什么那些美团啦、腾讯啦、阿里巴巴啦这些涨15%到20%以上的，都好开心的，对不对？哇，是不是好转了？李大师好转了，是不是啊？他说投资机会就在眼前，你要相信他的话去买的话，哇，信者得救啊，好耶，OK 啊。讲完这个之后啊，奇葩吧最近也是帮助了好多的 GMT 同学，真的是成功的在低位的时候买了不少，也是蛮开心的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会带出中期赚钱最容易，而且是赚快钱的一个方法了啊。那先给大家看一看，对吧？要转起来也转得好快，一转起来，腾讯涨了7点几个 percent， 阿里10个 percent， 美团这是应该是一天内转的涨了5.6个 percent， 加在一起的话，从120涨到现在160，涨了40块，也就涨了30个 percent 了。OK， 小米也涨了，我不记得了。OK 所以已经涨了。美团啊，这些已经涨了30个 percent 了。OK， 那为什么会涨呢？对不对这个在中概股那里又涨了阿里又涨了20%，对吧？有好几个好消息啊！突然之间好消息来了。第一个，李大师说香港的最坏已经过去了。第二个，有传国家队出手了我们看到最近要卖走的那些海外资金差不多已经卖走了，对吧？现在是2个世界。海外的平台传媒看的是中国经济完蛋了，倒数日子已经开始了。中国的经济没那么差，所以中国的传媒又是说好的，对吧？大量的中国资金跑来买香港的股票 ，OK， 中国资金到香港来，他们觉得没有外媒说了那么差，你们错误的估计了我们中国的情况，那真的便宜为什么不买，对不对？那我是比较觉得也是觉得西方的传媒是过度的悲观了，尤其是这个投资心理学里面我们也讲过，讲故事讲了过度的夸张哗众取宠，哗众取宠哗众取宠是不是所以呢，一定是过分的夸张的标题所以是过分的被错杀了。OK， 所以现在一下子反弹的话我们最近真的是在最低点的时候一直买了，好开心。OK， 那重点来了第一点，我们不要光看西方传媒比如说 YouTube OK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你只要打个 China 哇不得了 China collapse China 又是倒数了 China 又完蛋了差的不得了 OK 你要去看中国的这腾讯公众号抖音哔哩哔哩哇国家一片美好这个当代时机就在现在我们要这个 take over 了 OK 不得了的好对不对我们两边都要看这个平衡一下两边都要看所以也没有西方讲的这么差但是也没有中国内地的传媒讲的这么好这个就是我觉得来听七啪啪的一个好处到最后我们不要 YouTube 上面真的好多一面倒的这个看淡我经常看一个 YouTuber， 如果他是一面倒的，有点夸张的，我就不再看他的因为他肯定是 biased， 然后到最后有 confirmative bias， 确认性的偏差，认知性的偏差。OK， 到了中国大陆，你不可能讲坏的话的，就是看了 YouTube 太多了，回去给自己一点正能量，一点看好的能量。OK， 那就平衡一下就算了那这个擦鞋的话也不多说了 OK， 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这个瑞银的董事长擦鞋也蛮厉害的OK 来了香港嘛，开香港峰会的这个也要给点面子，是不是所以一定要给点面子，就像我们去人家的婚礼喝喜酒
也要恭喜恭喜，白头到老，对不对？这个难道就说哦，离婚率有一半，看你们两个也不太配，这个，这个太没礼貌了，是不是啊？所以去喝喜酒的时候，哦，恭喜恭喜恭喜大家白头到老，不会说，你们结婚之后一定会吵架了，一定会婆媳关系紧张了，生了小孩子才知道你日子难过了，这些现实的话不会在喜宴里面说的，对不对？所以在经济峰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不会讲的太直白的，特别是这次讲明白。不能说中国的政策不好，OK， 讲明白的啊，告诉你讲明白的，不能说中国政府这个不好，OK， 要不然你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总之讲明白不能说的，OK， 好，那我们再看看啊，所以呢知道这一点，明白这一点之后啊，当这个市场过度悲观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去买一点股票啊，不是乱买，不是随便买 ，OK， 很重要一点啊，我看到有人说什么 all in 阿里巴巴好，哎呀，摸汉了阿里巴巴 all in 啊，千万不要乱买，也不要乱买指数 ，OK。有些股票啊，我经常说10倍股，行业在发展的企业很好，对吧？你买了它不涨，你也心里不慌，因为这个企业还在成长，这个行业还在发展，这个企业还在成长。你买了，突然之间这个市场被过分的错杀，过分的悲观，反弹了，哇，那你好开心啊，涨了20%、30%了，对不对？但是我也说呢，就是这个整体的市场还是面对很多挑战的，不光是中国了啊。To be fair，英国啦、日本啦、美国本身啦、台湾啦、香港啦，面对很多很多，最近几十年来说，今年面对的问题是最多的啊。我们要这个客观直接一点啊，这个实际一点，对吧？面对的问题在很多的。但是当这个市场过度悲观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买一点 ，OK，然后呢，也要现在还没到这个大牛市啦，基本因素改善啦，业绩暴涨啦，经济复苏啦，还没到这个地方啊，所以也不要高追啊。这个市场如果不是过度悲观的话，就不要高追了啊。很多的人犯了个错误，就是跌的时候不敢买。涨的时候去高追，这个就死得好惨啊！所以啊，帮他一再提醒大家啊，做七爸爸有点这个苦口良什么苦口什么东西啊，这好像不厌其烦的啊。低的时候不敢买，高的时候去高追就死了，对吧？所以这里啊，有些大多数这些都是我 Facebook 里面的留言，公开的留言，苦口婆心啊，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啊，苦口八心了，我不是婆婆了，我是爸爸 ，OK， 苦口八心 ，OK， 那所以在这里也是一些Facebook 的一些留言，对吧？就是在我们知道你看啊，我们不是乱买的，不是随便买，但是要买一些优质的股票。优质的股票之后这些人留言也知道要买些优质的股票的话，跌的时候不亏钱，反弹的时候赚大钱这就是已经很好了跌的时候不亏钱，涨的时候赚大钱这就非常好了不可能跌的时候也赚，涨的时候也赚，对吧？所以呢，最近在大家外面我就不敢说，不肯讲给你们听买了哪几个，因为真的有很多人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现在还在问我，七爸爸你的 Lufax 怎么样？七爸爸你的什么东西怎么样？对不对？融创怎么样？事情变化了就要走了，或者要做风险管理了，不懂的人，我真的怕你们不懂了，这个买了之后输钱了，对不对？怎么也先要学习，所以我经常说要先学习在 GMT 里面，我最近分享了每个星期分享1到2个股票，是股灾的时候我会有信心在跌的时候我有信心买的最近分享了3个最近分享3个这是第一个，对吧？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在上个星期整体的恒生指数大约是涨了十几我第一个分享的是涨了23%，跑赢大市1倍不错了对不对？跑赢大市1倍 ，OK。第二个涨了大约11%，OK，11% 不是很多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在星期一还有加码的啊，因为星期一一开盘又跌了7%，最多的时候是跌了9%。OK，最多的时候跌了9%。我们的有好多的 GMP 同学是跌了9%时候买的啊，我是跌了7%的时候，一开盘又跌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信心。刚才有一个同学在留言啊，在跌的时候又看回我的深度研究，看完之后觉得有信心啊，我从来要求大家独立思考的，但是可以看我的深度研究。所以那个同学看完我的深度研究之后，在不能讲的太具体，你就知道哪一个股票，对不对？结果他买了一点啊，那如果你要9%再加11%的话，那就20%了，也是跑赢大势了啊！我在跌了7个多% 的时候买了，到现在11%，那也是涨了18%，不错，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买了，就是这些10倍股啊，跌了之后它再跌的话，我心里有底，我不怕，对不对？肯定不能保证买了之后不跌啦。如果你买了之后跌了就来问七爸爸，你那个股票怎么跌了？你不配买股票，股票就是会涨涨跌跌，是不是？但是好的股票买了之后不怕的话，它还会涨上去啊。结果就涨了20%了啊。第三个股票也是我最近这个1-2个星期内，就是前2个星期讲的啊。讲完之后最好的是什么？讲完之后再跌一跌，哇，那大家可以进去买了。做完研究之后啊，这个再跌一跌，进去买了啊。所以我们很幸运，我讲完这3个股票之后跌了一跌，结果呢，好多的同学在差不多买了之后，上个星期5天内是涨了18%，涨了18%，不错啊，涨了18%，OK。所以呢，第3个大家看到是美股，对吧？头2个是港股，第3个是美股，为什么呢？因为香港星期三打风，所以港股的话到了星期三中间，你们可以看回播啊，重播的时候，中间是平的，那就是港股啊，这个是美股啊，所以美股涨了17点几个%，港股涨了20几个%和19%啊，不错，OK OK， 当然中间有波动了啊。好，那还有第4个啊，第4个也是美股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涨了15%，OK，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蛮开心的啊。那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在这一段时间怎么赚钱，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礼物啊。在这段时间里面，因为我们预计经济未来会更衰退，经济是往下走的 ，OK。现在我们金融市场面对的问题，比如说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不强，谁都要卖债券，没有人买债券，对吧？所以美国债券谁都在抛售，没有人去接盘，连耶伦也要说。上次有个人问美国耶伦说要买国债政府来买国债，我说不可能买国债的，美国的政府是卖国债来度日的啊，这个欠债来开支的，哪里有钱来买，对吧？后来耶伦也不说了，他说我只是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啊。耶伦也改口了，然后只是征求一下大家意见啊。大家知道耶伦也做过美联储的主席，也现在是财政部部长，所以他是2个都知道的事情连这位老人家2个财政政策和这个货币政策都知道的，他都犯了个错，结果他就说我只是征求一下意见，对不对？七爸爸当时没听过，我就说不可能买的，结果耶伦也改变了，说我只是征求一下意见，因为做不到他说我只是征求一下意见，对不对？所以呢，现在金融市场也好这个实体的经济也好，面对很多问题所以不能这个长线买了安心也可以你要有很多的钱买了不急但是如果是中线的话不看好。唯一赚钱的不是因为它的经济很好啦，基本因素很好啦，公司业绩很好啦，不是的，现在没有好的东西了，对吧？有好的，但是这样很长远的很长远，因为短期内很多的不好的不利的因素要比有利的因素那个往下杀的力度要大，所以唯一一个就是继续在市场里面去寻找过度悲观、过度错杀，或者是还没有那么悲观过度憧憬所以之前有给大家说过，过度幻想憧憬美联储Fed Pivot，
美联储会转向了，所以股票涨上去了，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做空啊，或者适当的对冲啊，买点 SQQQ 举个例子，或者是逃生门减一点啊，减码减一点套啊，获利的时候啊 take profit 离场这个回笼一点资金 OK。又到了过度悲观的时候啊，哇，2个星期前啊，胡锦涛被请走了，哇，那个时候风声血泪，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整体对中国完蛋了，倒数了，你要一看到的，对吧？但是事实上没有这么差，对吧？所以是看新闻啊，看市场是不是过度的憧憬幻想，还是过度的恐惧悲观 ？OK，所以之前啊，我也说过，对吧？其实有些公司会离开中国，在印度啦，越南设厂是这个正常的，对不对？要所有的生产和采购都在中国的话，那风险很大，所以分散生产、分产、采购也是正常的啊。同样的，这个时候也不是说这些公司撤离了，也有公司跑去中国。像欧洲很多啊，这一次德国总理访华，德国总理为什么要在这段时间访华，还要很多的德国企业的 CEO 随行啊？香港的峰会，很多的这个银行的 CEO 说：“哎呀，我病了，哎，我有事情来不了了，对吧？”但是德国企业 CEO 跟着总理访华，没事干着，为什么访华？他们就要把生产线搬到中国，因为现在欧洲能源不够，而且很贵。欧洲现在在去工业化，所以有很多欧洲，当然也不是全部都会来中国，也不会把所有生产搬来中国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分散投资、分散风险的话，一部分到美国，一部分到中国，一部分到印度，一部分到韩国、台湾，都可以，对吧？这是正常的，但是有一大部分到中国。所以前一阵子我们看啊，所有的去中国化啦，所有的公司要撤离啦，苹果再到印度啦，什么什么到撤离了，这只是一个过度悲观，OK？所以我们当时啊，买了好多中概股获利了，现在不要高追了啊，因为已经不是过度悲观了，只有在过度悲观的时候，好吧？过度悲观的时候可以啊，那如果不是过度悲观的话，事情也没有那么好啊。On the other hand，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没有那么好啊，也没有到这个哇要贪心的不得了的时候，好吧？好，另外一个呢，就市场哇，现在又担忧了啊，好像这个中国要回到文化大革命，或者是这个以前搞无产阶级的供销社吃大锅饭食堂大锅饭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啊，我有做好多人，我有同学来问我，哎呀，是不是中国经济又没有了，走回头路了，怎么的？我研究过，也是觉得呢是过度的担忧了啊，其实是供销社一向有，一直有，一向有啊，而且呢，在过去20年，因为私营企业做得太好了，所以供销社一直没有做大，也没有做太多，OK，就是越做越小啊，因为私营企业服务太好了啊，隔日送啦，这个或者马上送到你的府上啊，这些送货或者促销减价促销到店服务做得太好了，所以他们的所谓的供销社是越来越生意少啊。那最近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又讲起了啊，这个一直有的，对吧？最近又说要供销社什么，直接从农民到那个供销社，使到中间的环节可以走掉了，对吧？我的感觉是因为现在有好几个集市的即时的零售直接从农民的菜或者其他的东西送到人家的消费者的这个community社区 ，OK，所以这个概念是很好的，而且这个基建也发展到能够做了所以这些供销社说，哎，这就像美国也有 factory direct，对吧？direct 直接买
就是避开了一环一环的什么分销商啦，什么零售商啊，直接的送货啊，所以这个正常的啊。然后还是那一点，国家经营跟私人经营，对吧？可以是共同存在的。国家经营永远是服务差一点，效率低一点，对不对？邮政局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我们现在有顺丰，有 FedEx，有 UPS 有四通一达有完全没有冲突的，对吧？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也在，但是国际学校也平在我们这些培训的公司也在，对不对？所以这个完全没问题的所以如果这个又引起了恐慌，过度这个悲观的话，又是一个这个短线中短线获利的机会，对吧？所以这一段时间内不要去幻想经济会很好，不会。但是呢，如果经济是过度的，或者是股票市场或者整体的市场是过度的悲观的时候，我们可以benefit，然后这个所以要快这个要快 ，OK， 而且呢，也不是说一定要涨10倍，这里累积每一次涨20%，累积每一次涨20%，如果未来一年内做2次已经40%不错了，对不对？做3次60%不错了所以不要太贪心，好吧？所以我觉得短期内的投资策略中短期的投资策略就是看着悲观的新闻去找机会当然还是那一点不要乱买，也不要也先要学习，不要去随便拿了一个股票号码就去乱买，好吧？你一定要知道你在买什么所以呢，也是那个戴维斯双杀的那个著名投资者戴维斯所说的熊市是赚钱最多的时候，只是你熊市的时候你好像没有知道你在赚最多的钱，回看的时候原来你在熊市里面赚了最多的钱788也是这样，03年09年是我赚钱最多的时候，包括2020年也是我赚钱最多的时候，在股票楼市里面 OK， 所以真的好好把握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短期内一跌个10%，一涨个10%，对吧？这就是个机会。平时可能涨个1%到2%，现在可以一跌20%阿里巴巴一天内跌19%然后就反弹10几这个就是看得懂的话，一个赚钱的机会，好吧？所以也是选股5部曲，再配合这个技术的分析希望今天给大家一些方法不是说马上就能大家还是要练习的先模拟的去看一下，包括听多一点我的课程免费的课程低买高估大家可以在下面找个连接，看看我们怎么做到低买高估，一年走3、4次，对吧？不要太多，3、4次或者呢是选股5部曲，整套经验学好了，或者是 GMT 里面跟788一起信心又大了一点，对不对？有时候是跟我一起的话，信心会大一点OK， 好，那各位朋友，不知道今天晚上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我们队友会现在看一下有什么问题，一会儿我会解答一下那我们先看一下，事先有一些网友提的问题，中间我们选择了一些不可能全部回答的好，第一个是其实这里有几个问题呢，所有的问题都有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这个原谅我直白一点说所有的问题都其实在反映大家对投资市场这个认知有偏差，错误的理解了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OK， 如果是不改正的话，这些错误的观点会使到各位在投资市场里面输很多冤枉钱，走很多冤枉路所以我在解答他们的时候也是顺便讲一讲哪些冤枉路，好吧？所以呢，第一次来到你的频道，听完你的分析，很棒的分享，订阅支持订阅啦。想请教一个问题，目前很多优质股跌到了很便宜的价位，技术分析还有可能继续下跌，不过一些股票却摆在摆横后，准备开始向上。可以分析你的观点，你对2023年的大势和看法吗？OK， 那第一个大家
每次来看我的这个星期天的直播的话，其实我都有一点点对未来大势的看法，包括今天啊，今天有看法，对不对？看不准就是也是看法，对不对？现在没有明确的信号出现啊，不做事情也是看法啊。这里的错点在哪里呢？2023年还有2个月，谁看得准2个月之后的事情？太多变化啊，看1个星期已经不错了，对吧？所以啊，每天看1天的话太短啊，这个随机因素太多；看1个月太长啊，所以每个星期七八百的直播，看1个礼拜大方向有点啊，这个已经是不错的。OK 啊，所以2023年太远了，所以这位观众啊，选股5部曲，第一步看牛熊周期，这个可能是1年2年的未来，对吧？但是呢，到了第4和第5步，我们看的是每天看看有没有信号，而不是说啊，这个信号可能星期二就出现了，这信号可能星期五出现，但是你要去看信号的，不是说2023年你开车子往前走。2023年这个马路上有没有人？我现在怎么知道？是不是啊？OK，这是第一个啊。好，第二个问题，请问一下，上一个牛周期涨了很多的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下一个牛市还会涨回吗？牛市的时候什么都会涨回啊，但是呢，有没有这个会不会又涨了一个10倍股？在这3个当中呢，我觉得每一次的涨回啊，大势在涨的时候，谁都会涨啊，都会涨多点，涨少一点，对吧？但是我们不能够，虽然选股5部曲，第一个是看牛熊周期，我们不能够只看一个牛熊周期，就不看个别的股票的行业和个别股票的发展啊。所以啊，第二个是看行业，第三个是看个别股票。所以这位观众啊，我建议你再看一次选股5部曲，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选股5部曲，如果还没看过的话，也可以下面找一个连接，好吧？再看一次选股5部曲，是我总结了30年经验。用一个象征式的收费啊，这个给大家的一套礼物，好吧？那所以呢，行业啊，大家想一想，腾讯的行业还是不是一个起飞的行业？游戏是不是个起飞的行业？支付、大数据是不是一个以前曾经憧憬过的，现在已经过气的？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淘宝、大数据、阿里 Pay、蚂蚁金服，是不是已经是个过气的，对吧？所以你不难明白为什么788没有腾讯，788没有阿里巴巴。这个就是像10年前我跟人家说，不要再买汇丰了，不要再买汇丰了，对不对？一样的道理。OK，啊，那再下一个问题呢，就是Why don't you just tell me 这10个股票是什么？And what can I buy？这是最危险的啊！大家进来了 GMT，我里面有深度的研究，所以大家知道哪些10倍股在我的 GMT 里面有啊。就算是这样，来了 GMT 大家就是更加相信788了，对不对？交了学费了，来 GMT，我也是经常告诉大家，不要只看了788哪几个10倍股马上去买，一定要把这些10倍股的这个深度研究看完，而且看的时候只是做一个参考。如果你看完之后独立的思考，觉得make sense，你觉得这个所以我的10倍股在这个GMT 里面是超过10个的，我是每一个行业一个，但是有时候一个行业里面有2、3个的所以有好几个20几、30几个10倍股给大家做参考，对吧？那你听了之后10几、20个，你只要你买10个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所以买哪个不买哪个，或者你甚至一个都不买，你觉得这套方法很好，我在本地市场，我在澳洲市场，我在日本市场，我在英国市场找到更好的都可以所以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这位 Mabel 网友，你这个思维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因为外面太多这种的思维，所以我已经不会在公开市场讲任何个别股票，因为是 exactly 正就是像这种思维的人哪了一个号码会输很多钱，好吧 ？OK， 好，谢谢爸爸的分享。预计下次牛市什么时候会启动？
现在是不是牛一了？OK，这两个人的问题呢，其实我讲过好多好多次了，对不对？每天都在改变，所以刚才其实也给大家讲过了，如果一个市场是过度悲观的时候，绝对绝望啊，大量的 maximum pessimism 啊，大家可能听过我讲过好几次了，对不对？绝对绝望，最绝望的时候，就是牛一的时候啊，最绝望的时候就是牛市启动的时候啊，所以预计什么时候开始，你就问自己一下，现在是不是绝对绝望的时候？我感觉到这现在还不是绝对绝望啊，对不对？两个星期前，香港股票是绝对绝望，所以那个是不是牛市的启动？有可能啊，有可能，对吧？但是我不鼓励大家高追，还有其他的这个黑天鹅会发生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有的时间点会绝望啊，这个绝望时候就是牛市发生的时候，对吧？现在是不是买入点啊？我只可以告诉你，星期天晚上不是买入点，OK，星期天晚上不是买入点啊，也不要高追啊，OK，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问错了啊，还有一个Mr. How，这一类的问题，我告诉你，就算现在是买入点，就算这个股票是好的，你不能买。我讲的很直白，你不能买，因为你没有驾驶执照，保时捷很好，奔驰很好，但是你没有驾驶执照，你要赶快先去学。你买了不懂得下车，你买了不懂得避险，不懂得转弯，香港叫转軚呀，转軚好像转軚是改变立场，投资一定要够灵活，一定要随时要转軚，转軚，OK。因为好像局台好像这个人没立场了，经常在摇摆了。但是你股票市场里面就是要随风摇摆，你不随风摇摆就死得好惨，对吧？所以局台是应该需要的，必须要的。但是外面的人就说：“哎呀，局台啦，怎么昨天还看好的，今天不看好了？”就是要局台的，OK。所以大家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这个启发给大家？好吧？那这个呢，最后我们解答一下现场观众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好好的把握这一次的熊市机会，或者未来一段很多的机会的话，赶快学，好吧？赶快学，有3个途径去学随便你那可以是慢慢学，免费学，可以是认真一点学把我30年的经验用$7换回去一下子把我30年的整套构思框架思维这个学回去也可以呢加入 GMT， 加入 GMT 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包括10倍股啦、买卖的技术分析啦，还有很多的楼市啦、期权啦、债券啦，很多的课程都开通给大家，然后每个星期一起来寻找，一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看不同的股票的分析，看不同的行业的发展一起来寻找机会，好吧？全世界寻找机会我们看看现场观众有哪几个问题大家也可以考虑。我觉得3选1都选一个继续学习继续学习很重要的，好吧？OK，好，看看现场观众有什么问题。我的队友正在SQQQ 还可以报吗？我刚才也讲过了现在没有明显的超买，也没有明显的超卖，OK。那我个人持有 SQQQ， 所以最近也没有买，也没有卖，只是做了适当的对冲因为我这个买 SQQQ 是作为一个保险，一个对冲，不是去赌这个股票市场的涨还是跌我刚才一开始就有讲过，现在涨还是跌的信号不明显，好吧？OK，但我觉得千万不要拿了一个 SQQQ 作为一个赌市场涨跌的一个工具，这个就把投资变成赌博了，就会输钱了港股明天要上天台吗？我不知道上天台是去跳楼，还是上天台是去涨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我个人觉得刚才有讲过了，港股最悲观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OK，那所以呢，
反弹的也反弹了不少了啊，所以现在我不会买，OK，我个人又不缺钱，所以也不会卖，OK，我之前买了好多，但是我又不缺钱，不会卖，但是现在没买的呢，耐心等待下一次机会，就是现在有可能会涨，有可能会跌，但是这个买卖的信号不明显啊，这个不明显的话，所以我觉得啊，不是买卖的时间，是学习的时间，好吧？OK，好，呃，股票不是每天买卖的，阿里现在还要看阿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你看选股五部曲是不是个起飞行业？不是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看阿里？有更好的，有 much better choice，对吧？我一直有看阿里，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叫我去买阿里的理由啊。那如果我不买阿里，有更好的选择，它有可能到90块啊，整个市场反弹到90块，so what？关我什么事？我都不买，对不对啊？OK 啊，所以我当然会，我经常有看阿里，我看它，但是种种原因了啊，这个也不是起飞的行业，很多不懂得股票的人啊，没有做功课的人啊，会买阿里啦，好像很便宜啦，买腾讯了好像很便宜啦，啊，包括 Charles Munger，亏钱了，老人家也亏了一半了，对不对？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懂得。there's much better choice，有更好的选择，好吧？OK，好，那今天差不多了啊，这个问题回答了3个啊，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时间啊，我们下次直播或者更好的是下次的 GMT 见啊，欢迎大家继续跟七爸爸一起学习，一起在市场里面不断的这个寻找机会让我们的钱帮我们赚钱，起码不要输冤枉钱，不要走冤枉路啊，早点赚钱，早点享受生活，好吧？人生5行啊，健康也要行，家庭也要行，事业也要行，投资金钱也要行，人生成长智慧也要行，人生5行样样都行。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